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我们说的一个特别神圣的话题，就是观世音菩萨对我们所有众生的呵护。观世音菩萨呢，是一位非常伟大慈悲的菩萨。那么他永生永世的伟大慈悲愿望，就是利益一切有缘众生。他愿意用各种的方式，让所有的众生呢，能够脱离苦难，遇难成祥。他尤其是还举例来说，比如说人遇到了水灾、火灾、什么横事，邪魔鬼怪缠身的时候，甚至是说这个牢狱之灾。打官司麻烦事，甚至是说做经营，希望说不赔钱不上当，还有找个好对象，好好成家立业，还有呢这个求子的，对，尤其是求子，这一点特别多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呢，因为身体原因等等的，就是可以结婚，但是很难怀孕，很难生宝宝。菩萨呢可以帮助你希望赠送给你一个非常健康吉祥的好宝贝就是方方面面吧，对大家的护佑。因为他的护佑太广泛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讲一些案例。所以佛菩萨给的都是特别吉祥的好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被得到护佑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有时候不注意，或者我也没有进行一个找算命的人测算我的灾难，对，我不知道我被护佑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些案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师父好。今天第一个给师父和网友们分享的故事，是一位新加坡网友发来的。他就是多次的那个意外就是因为师父和观音菩萨的护佑而化险为夷这位网友叫雨欣，他说：“师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雨欣。自从认识菩提禅修，我对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恩之心。每次开车，我都会默念观世音菩萨和金菩提宗师的名号，而正是这个好习惯，在关键时刻保住了我和家人的性命。今年的1月份，我在马来西亚南北大道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晚8点钟，我开着车，而且车上还带着我年迈的母亲，就是母亲已经74岁了嘛，然后还有我的阿姨82岁的阿姨。突然间我就感觉到车子有点不对劲，好像是有个东西在阻碍着呢。于是我就想把车停下来看看，查个究竟。但没想到呢，我想踩刹车把车停下来，但是刹车都失灵了，怎么踩都没有反应。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想到车里还有我年迈的母亲和阿姨，我更是感到极度的恐惧和无助。我望着我的左边，那是一条很大很长的沟渠，跌下去肯定会严重受伤，何况母亲和阿姨还坐在车子的左侧。而我右边呢，是个水泥砌成的分界线，撞上去也会受到重伤。我心急如焚，只能不停地默念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名号，请求菩萨和师父救救我们。突然间，我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向右转，就向右转。我立即将方向盘向右急转，车子狠狠地撞上了分界线，整辆车旋转了3圈，才终于停了下来。我连忙查看了我的母亲和阿姨的情况，发现他们安然无恙，赶紧让大家下车。看到眼前的情景，我整个人都吓傻了。撞击力特别的大，导致车里的安全气囊全部爆开，车头几乎完全都摧毁了，整辆车都报废了。大家看看现在的照片，就是基本那个整个车头都已经撞到
就是撞扁了的那个感觉，然后整个车都报废了，然后更令人惊讶的是，我车的整个后轮胎也脱落了。我看到这个场景，瞬间泪流满面，心情激动不已。看到车子已成了这样，但我们3个人竟然平安无事。知道这完全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护佑和启示，才让我们捡回了一条命。连来到现场的警察和拖车司机也说，这种车祸非常严重，我们很幸运还能够生存着。之后我们还到了医院检查，医生说身体都无大碍。现在回想起来，幸亏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前后左右并没有其他车辆，否则后果将更严重。我还在网上看到报道说，这个马来西亚南北大道高速公路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不是重伤就是身亡。我和家人对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心存无限的感恩，正是这份加持护佑，才让我们逃过这场劫难。我深受师父和佛菩萨无数次的恩惠，还有一次在2021年的时候，我在工作时也出过一次意外。当时有一片300多公斤的实木桌面重重地压倒在我的下半身，导致我双腿完全失去知觉，无法行走。幸运的是及时送医，否则可能会失去双腿。但是我有严重的骨折，医生预计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康复。在这段期间，我完全依赖轮椅生活，感到极度的无助。我每天非常虔诚地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祈求佛菩萨和师父的加持，帮助我康复。奇迹般的，我在5个月内就摆脱了轮椅。尽管可以走路，但我双腿仍然很疼痛，无法上下楼梯，也无法蹲下。或许是我一份真诚的呼唤，师父在22年的9月份亲临了新加坡禅堂，举办了一场能量加持的网络直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双腿的疼痛奇迹般的消失了，我还能够轻松上下楼和蹲下，完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状态。这一切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感恩，我深深的感激师父的护佑和加持。我多次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受益太多了。如今我每周都会来新加坡禅堂做义工，来服务众生，这就是我报恩的方式。这也让我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顶礼感恩尊贵的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哇，很险哈。对，新加坡的雨欣，我觉得是多次被师父、被菩萨救了命啊！是，对，你看他的车祸那么惊险，那个车都撞报废了，然后3个人竟然都没事。是，嗯。他那条高速公路是经常出事儿的高速公路啊，是，而且他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一边是沟渠，一边是那种挡的水泥石挡，对，就在那种情况下，车子碰撞式的撞了3圈，然后一个车轮都已经撞爆了，车头全部报废，没想到车上的3个人都没事儿。对，而且且就是只有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情景，就是真实情况下都想象不出来怎么如此的不可思议。是，而且他车上还有他年迈的那个母亲和阿姨。对，正巧带了2位老人。对，真的是师父的护佑，让他就是在特别危急的时候，他求师父、求佛菩萨，然后就是有个向右转的这个意念，然后他向右转了，虽然那个有撞击力嘛，但是就是前后左右都没有其他的车，正好那个车转3圈就停了下来，想说如果他当时候没有得到这个启示，可能后果更严重。那肯定的，命保住保不住都不知道。你说他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意念，好像有个声音在跟他说话，向右转，向右转啊。是，我就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神奇。其实之前也听过一些师兄师姐们也有分享嘛，他们在特别危难的时候，就祈请师父、祈请佛菩萨，然后当时候得到了一个指点，跟着去做，然后就是捡回一条命，真的太多这样的那个经验了。但你说正常情况，我们开车哈，师傅，反正就是我也没有听说过其他人哈，就是刹车突然失灵，
这种情况，踩不住。对，他怎么就开得好好的，这刹车怎么就不工作了呢？对，这个疑问很好啊。嗯，你是在问我对吧？对，我想请问师傅，他这个怎么回事儿？就是那确切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但是呢，我也总结这个一些规律哈。比如说一个人哈，该出事儿的时候，就该有灾难来的时候啊，你就会经常就是上错车，下错车，走错路，吃错东西，是吧？比如说你正在走着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东西，比如楼上一个东西掉下来，就正好砸到了，就砸到头，砸死、砸伤，是吧？是。那还有的人呢，本来在下面走着，结果呢，他就突然就，尤其是在那种叫群楼下面，不是马路边上，很多国家哈，这个他是在盖楼的时候哈，在靠马路边那个底下那一层，留出2、3米的一个空道来，其实楼上是住着人，对不对？哎，人呢就在这个楼下面在走，其实比较安全。有些人很幸运，比如说正在这个楼的外侧，如果从楼的窗户里掉下来一个东西的话，就正好会砸到你。可是有的人呢，就在往下掉东西的时候，走过去，他走到里头进去了，就掉到旁边没砸到你。再说更恶心人的事儿哈，说外面本来正在走路的人，就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就走到楼里头去了，没砸到。可是里面走的人突然间走出来一伸头就砸头上去了。就这种不幸运，是，那总有个说法的。对，所以说，当我们开车真要出事的时候哈，哎，其实就是那个刹车，先不管说最后的修车师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对，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车就是刹不住，怎么踩都没用，就是要出这个没有事儿用，对，不管你多好的车，对，这要出事的时候踩不了车，踩了现在都空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该出问题了。对，这是我们民俗里头啊，就把这一类现象也叫该倒霉或者叫鬼打墙。那一会儿你要用的，比如说能够救命的这些事哈，怎么操作都无效。但他就有一个好习惯，就每一次开车之前或开车的时候都会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他也经常来禅堂，那可能就是这一份对菩萨的恭敬，对师父的恭敬，在危难时刻，哎，他师父救救我啊，就救了他，他意念中就传来了那个声音，对，这个应该有个习惯问题哈，说你在开车前哈，心里头稍稍祷告一下，但是人像我们一般华人来说，没有那么信仰的虔诚嘛，对，因为我信的比较杂。要么就什么都不信，要么信的比较杂，啥都信。所以就是说，经常我们在出门上车的时候，它倒不像一些像基督教啊或者伊斯兰教啊，他出门的时候还能够请假问安或者报名似的，他没有，也不知道给谁去请假告假的，对，所以就没有信仰，就没什么祷告的地方。哎，幸亏咱们新加坡这个叫雨欣是吧？哎，你看他还祷告是吧？他养成这个习惯了。对，还那个车呢撞了一下子哈。你想在高速路上，我们也经常走那个路，那个路啊是笔直的，特别容易出事，那个车速非常高。哎，所以就是说他得到那个声音的提醒哈，就是往右转一下。往右一转，其实就是撞马路牙子。对，那车撞报废了。是，可是人没事儿。对，对，没他们话了哈。说这个气能，对，肯定是有被护佑着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正常来说，他开那么快，撞击力肯定也很大。就是，但是呢，他的描述呢？他就说，他当时撞上去，就车子原地转了3圈，然后就自己就停下来了。而且2位老太太没事儿，对，平安无事。但是你刚才看那个照片，那个轮胎呀，是整个都很多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哈，你都不知道当时有多么危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汽车轮胎，是磨掉了多一半。是，
就在那迅速就是转那3圈的时候，场地，那个就是快速的把这个轮胎哈，就磨光了。你看到的部分是磨剩下的部分，是，就那磨剩下的边缘，那个整个轮胎胶皮全磨没了。你想那个多高的速度？对，一般人想象不了说哇，转这么3圈轮胎都磨没了。是，后面还有更悬的，你就知道了哈。是，对，轮胎就根本就磨得光剩下金属了。是，所以速度太高啊，对，它快速在那转圈儿，就好像是神佛帮着刹车一样。真是啊，两个老太太那么大岁数，竟然没事儿。我觉得你不管是谁保佑没保佑哈，这个真是一个有福的一个现象。一般人可能哈，完了。所以来救援的人都觉得感到惊奇哈，为他们高兴啊。是，就觉得奇迹般的。所以咱们这个雨欣哈，雨欣师姐那是有福呀。是非常感恩师傅。你说前头他还弄大木头板子把他这一压了。对，那个意外，对。那个是还是要好好修，好好拜佛哈。他经历到你看1次意外、2次意外，都是很惊险的。对，这工作生活之中啊，就是有点事儿也正常，但是很多人在正常的发生事故的之后，就可能残疾了，或者是没命了，他这2大事儿都过去了。对，他说当时候就是压下来之后，他就是粉碎性骨折嘛，医生跟他讲1年后才能康复，结果他每天念佛祈请，结果5个月就摆脱了轮椅。你知道他压的是哪里吗？他说下半身就是下半身，对，下半身是指哪里啊？双腿啊，我觉得是从腰，从腰，对，腰地方的骨头都有啥呀？髋骨、脊椎。腰椎啊，这个盆骨啊，再就是髋关节。香可应该学生物的哈，我知道你主要学蛤蟆，但是那腿儿那块你应该说清楚呀。对，很多网友不一定很清楚下半身都有啥哈，那你肯定说下半身有脚气哈，那是另外一个秘方哈。对吧？那个腰椎盆骨还有腿、髋关节。髋关节就是大腿骨，大腿，对，这些压到之后哈，尤其是这个到腰椎这一块，尾椎那里，如果一粉碎，神都救不了，对，神都救不了。可是这师姐真的被咱的神给救了，没事儿哈，很快2、3个月就好了，就能站起来了，你说多少人那一块碰伤了之后哈，终身残疾，对，师姐真是很有福，真是。然后后来就是师傅还有一次来到新加坡做了那个加持直播嘛，就是我们那个不痛了，还有那个消除疼痛的连续3场的那个直播，然后师姐很有幸的参加了其中1场，结果呢，她本来那个脚啊腿脚走路啊都蹲不下，然后还走路比较吃力，经过师傅1次加持之后，他现在就都好了，完全都 OK 了啊，这么有效啊？是。他当时就是开始是站不起来嘛，但是很快他5个月就能站起来，但站起来痛啊，还是会痛的不行。师傅去了以后加持1次加持，马上就不痛了。你想那骨头痛，人家说伤筋动骨，那他像这粉碎性骨折，怎么都得好多个月。就师傅加持1次就不疼了，这是非常神奇。这也挺巧的哈。对，不错，这个师姐幸运呐。是。哎呀，真是恭喜他，应该哈，太棒了！师傅得到佛菩萨的护佑，所以就是特别提醒哈，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啊，对，这应该我们终生都要去奉持观世音菩萨哈，他保佑我们如意吉祥，这个遇难成祥啊，逢凶化吉，真好哈，感恩感恩，感恩师傅，师傅，好，那跟师傅再分享下一个我们网友的故事哈，他叫秋丽来自美国洛杉矶他这个也是师傅救命的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哈。他说几年前呢，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正往回家开的这个方向，那我呢就在
靠最里的这个快车道，车速大约每小时120公里啊，这个车速是很高的。那开到中途呢，我突然发现前方似乎有一部很大的旅行车打横停着，并没有开大灯。这个时候当我想踩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旁边车道也有其他的车辆飞速驶过，我没有办法换道。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我想起了师父，我大声呼喊：“师父救命！师父救命！师父救命！”我连喊了3声。突然，我感觉有个声音告诉我，如果撞上去，一定没命。于是我立即将方向盘往右转，试图从旁边的车辆和前方停着的旅行车中间的缝隙插过去。那个缝隙是非常窄的，目测根本过不了一辆车。我的车子一边的轮胎就开始悬空了，而另一边的轮胎斜着往前滚动。在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身边2辆车之间互相挤压的气流。我的车从中间穿越而过，速度非常缓慢，就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当我从2部车中间穿过去后，我车的速度就恢复了正常，速度又非常的快。车子继续往前行时，走过的路线是 S 型的，2侧的轮胎是单边立着跑的，感觉我就要翻车了。当时我已经慌了，并且听到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的声响，还冒着火星儿，整个车内都是烟雾。这时我的耳边突然传来一位中年男士的声音，一直重复提醒我抓紧方向盘，刹车不要踩死，抓紧方向盘，刹车不要踩死。我就随着这个声音的指示，抓紧方向盘，刹车不要踩死，车子就一直保持 S 型往前开，最后才渐渐恢复了正常状态。当时整个车内都是烟雾弥漫，我完全看不见外面的路，都不懂已经开到哪儿了。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不知不觉也不知道怎么着给开回家了。当我停在家门口的时候，整个人呆在那里愣了很久，回想起刚才经历的一切，无比可怕而又极为神奇。我想当时在我耳边的声音，我知道那一定是师父在指引我，是师父将我从死亡的边缘中救出来，化解了危机。弟子真诚顶礼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这太神奇这了，个讲的都觉得很惊险，对，感觉看了一部这个惊险的这个电影片儿。是，这个师姐给咱们讲的时候那个精彩、那个兴奋、那个感动因为他亲身经历嘛，是对，就想象不到，就是当时他的那个车子从一辆横着的那个旅行车就没有停在他前面嘛，和旁边飞速行驶的车，你想那车道上两个车道中间是不可能再走过一辆车的，正常高速上的2个道中间没有那么宽的距离，他硬从中间就这么挤着要过去的时候，车子还一边抬起来了。就等于是靠，比如说右侧的这个轮子，2个轮子，左侧的轮子已经起来了，就这样子在行驶着像电影特技对然后就这样过，他说他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似的感觉，师傅。慢动作的而且他整个就变慢了，慢慢的在另外一个时空中，感觉有一个能量帮他把2侧的车挤开，他就过去了那个窄道这种感觉，这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啊，师傅？这个因为是它发生的这种叫做神奇的这个事件呢有时候有相似性，有时候就是一个独特性因为它描述的那个精彩劲儿就是那个样子比如说一个车的宽度我们假设没量比如说2.2米的宽度，对。可是呢，在那个高速运行着呢，前面有个大卡车，一个大客车挡住了对。因为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是往一个方向走就6排车道。对。
咱们都在那跑过很多次，是是吧？他那个上去都是100到120公里的速度，对，非常快啊，这就是政府要求的要快，对，因为人太多了，我就觉得就像一个活动的停车场，整个路上都是车，所以呢，他看到前面有横着的车呢，是，他要停又来不及了，他只有往右拐，往右打好几排车呢，对呀，是吧？所以就在那一刹那，说有个缝隙，他觉得很窄，对，他觉得比他的车窄，比如说车的宽度2.2米吧，这个可能就是1.8米的宽度，对，他怎么样拐的呢？就使劲往右拐吧，拐多了又撞上去，是，拐少了又不行，他从这个缝隙里窜过去，他觉得这时候这个车只有倾斜才过去，对，就好像开这个飞机一样，这样我倾斜一下吧，对，就穿过去了。但飞机你能倾斜，车咱让他倾斜，他都倾斜不了。我觉得那个成龙大哥才可以，对不对？玩特技的才可能过去。对呀，就咱们这个师姐，就一把特技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呢，穿过去之后，就关键穿的时候，它有个时空的感觉，就像进入慢镜头，对，他觉得很舒服、很祥和。但是那个整个两面气的压力他描述的特别真实，整个那个压力把他压得快受不了了，是吧？他描述这一点，但是穿过这个缝隙之后呢，车一落地，立刻变成另一侧轮着地，是，又倾斜过来了。对，刚才是比如说左轮，刚才比如说右轮倾斜，翘到天上去了，现在是左轮翘到天上去，哇！就这样开，然后 S 型，还走 S 型，然后一会儿左侧轮，一会儿右侧轮，就这么走了一阵儿，才恢复正常。真不可思议啊！不，你怎么解释呀？这就是神奇，真是没法解释，太神奇了。哎呀，真是。所以你就是咱们一个普通人，这还是师姐开车呢，对吧？那谁是特技大师啊？对，你知道拍电影的时候拍这个动作多少个吊车、缆绳，把这个车是吊着那么走的，那给这个演员呢做了多少种保护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对，电影制作之后就把吊的钢丝去掉了。其实有很多保障的一些方法，其实也没那么快，只是让我们感觉到快而已它是这样子的。可是咱们师姐就一下就做到了这个电影的惊险动作他这个车里才冒着烟都是。对呀，他蹭着呲着过去的嘛，然后里面烟雾弥漫，看不见外面的路。对，所以它的轮胎和车身之间摩擦的就差点起火了，是，全是烟。哦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还给开回家了。你想这一刹那弄不好的话，就是立刻起火爆炸。没错，愣没有，是生命危险。没有，人家还愣给开回家去了，还没撞到别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开回家了。哎呀，开回家了，他才回过神来，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实在是他就没办法相信，但他知道当时那个声音一定是师傅在提醒他。就是这真是傻人有傻福哎呀，这个稀里糊涂就开回去了，太神奇了。就这样被师傅救了命。一定是佛师傅给他引导回去，还把他避开所有的。观音菩萨保佑。观音菩萨保佑。对，我小时候观音菩萨救过我很多次。所以呢，咱们这位同修你看有福呀。有福。对呀，观音菩萨保佑啊。对。太惊险了，太惊险了我们听着惊险，但是听着又很兴奋。是，对，真是捡回了一条命。对，我们也是提醒网友，就是你像平时咱们，尤其是现在开车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车子里面放一些这种加持护佑的宝物，特别的重要像我们的车挂，对，挂上观音菩萨的这个琉璃车挂，那就像我们之前那个网友上车的时候就请观音菩萨护佑我一路平安。你看见车挂了就想起来了嘛是，然后也可以放我们的经书对，我们菩提法门经书我们之前讲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放了这个琉璃车挂、菩提法门经书还有就我们的轻言来洒净就避开很多灾难。是，还有身上带一些对，我们也不敢说带上这些宝物，绝对的能保护了你但是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叫心理作用，
还是真神佛保佑哈。在关键要命的时候，第一个就保证大难不死，少受点伤害可以。那更高级的保护呢？哎，就是等过去之后，车也没坏，人也没出事儿，是吧？对。你看前一个案例呢，新加坡那个哈，就是说这个车报废了，人没事儿，哎，3位女士没事儿，对，2个老太太也没事，是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哈。对，所以这个我们车上还有我们人身上带一些这些佛宝物哈，我觉得是起作用，是很吉祥的起作用护佑。对，我相信这一点。对，师父说过，我们的宝物上面都有佛光，带上就佛光伴随着我们啊，对，一定会吉祥的啊。是，然后心里也经常想着佛菩萨，想着师父啊。对，真好哈。好，师父，那就是观音菩萨和师父啊，不仅是帮那么多师姐们，他们就是化解了一些灾难嘛，然后还有求必应。哎，听听。是有一位网友韩国的小珍，他给师父分享一个菩萨送子的故事。他说：“师父您好，我是来自韩国的小珍，今年已经35岁了。感恩师父与佛菩萨赐予我2个可爱的菩提宝宝。”让我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是3胞胎姐妹中的大姐，不幸的是，我们家族有流产的倾向，因为我和2个妹妹都有宫颈机能不全的问题，导致怀孕的时候子宫颈会缩短，也会变得比较弱。所以当宝宝一旦到4到5个月大的时候，由于子宫颈无法支撑，就会导致提前流产。因为2个妹妹不知道先天有这个情况，所以她们之前也是因为这样而流产的。到了2017年，当我知道我自己怀孕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害怕会失去我的宝宝。怀孕的头3个月里呢，我还见红了，就预示子宫开始收缩，于是我就接受了一个子宫颈环扎手术，暂时将子宫颈缝合在一起，以预防早产。手术的时候，我十分紧张，全程手握着师父的吉祥卡，同时还播着6字大明咒，祈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护佑加持，这让我的内心感到更加安定。最终手术也顺利完成。手术之后，我每天依然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手术也不是万全之策。我的3妹在怀第2胎的时候做了一样的手术，但因细菌的感染痛失了宝宝，因此我格外的小心，每天都卧床休息，注意饮食和卫生。此外，我每个星期也必须打荷尔蒙针，还有服药保胎。那段时间，我在禅堂专门迎请了宗师加持的4臂观音金堂卡，每天都会上香礼拜观音，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孩子平安。我也迎请了1枚观音玉牌，天天带在身上，护佑平安。当时我感到十分无助，精神上也很脆弱，每天都担心孩子的状况，我感觉我都快要崩溃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师父出现在我的梦中，在梦里，师父慈悲的伸手为我加持，手上放出吉祥的佛光，让我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动。当我一醒来时，已经泪流满面，那种感觉难以表达，就像是师父赐予我一股大能量，让我能够支撑下去。我无比感恩，要是没有师父，我觉得我根本无法熬到生产的那一天。生产时，我全程播放着师父诵唱的6字大明咒，最后孩子健康平安的足月出生了。我深深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护佑加持。2019年，我意外地怀上了第2胎。有了第1胎的经验，我同样到禅堂点灯和念佛，感恩佛菩萨和师父，整个怀孕到生产的过程中都非常顺利。现在我有2个活泼可爱的菩提宝宝，他们是我们家的开心果。现在想想，我和2个妹妹同年同月同日生，照理来说，我们的命格应该是很相似的。但是因为师父和观音菩萨的护佑与加持，我避免了丧失孩子的痛苦经历，还平安顺产。另外，我的命运也相对顺利，
我不必为金钱担忧，有一位爱护我的丈夫，还有2个可爱的女儿。这一切都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赐予的恩惠，是还不完的恩情，我感激不尽，顶礼感恩最尊贵的师父。哇，师姐真的是怀孕啊，好不容易啊，不容易然后家族也有这个遗传性的这个子宫颈的一个问题。她这是3胞胎姐妹，就是她3个姐妹都有一个就是这种宫颈机能不全的障碍，就都导致怀孕以后容易流产。是。对，就是这种情况是师傅，它是一种健康问题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那是明显的健康问题吧？这个妇科我也不懂。就是这个，先生说这个小珍吧，就是她们这是3胞胎姐妹啊，就是咱们这样想哈，就是同样一个花盆儿，你看花盆里头哈，我为什么说花盆呢哈？花盆里头种了不同的植物，如果你的花盆里，你们有没有在家里种过花盆里有就是树木类的小树类的？有吧？有。你家种的小树和外面土地上那个树那个大小一样吗？不一样，家里的怎么不一样呢？小多了，细一点，小一些。你养30年还是那么高，是，就它不怎么长个儿。那我说这个明白了吗？就是你的土壤、土地、养料都不够。那一个妈妈这个肚子，本来是一个胎儿是吧？你这一下进来仨，这妈妈这拼命光供你们吃饭，得吃多少人的饭呢？对，在怀孕的时候就是总是吃不饱，像个牛一样吃，对不对？就是算是这样，跟牛吃同样多的饭量，这3胞胎也会有点缺憾，他的身体发育上，所以3胞胎，我说的不够确定哈，至少是一种叫非正常的叫生育状态，就从人类来说，因为人类它不像那个猪啊、羊啊。可能一胎多生几只哈，人类通常来说就是一胎，一胎只有1个，那一胎2个都可能有问题，要是3个的话，就麻烦就更多了。能量分散了。对，这孩子的身体上来说，就可能会有潜在的健康问题。那这个小珍是吧？对，小珍这个，她这3个都是女孩的姐妹嘛哈？对，3姐妹，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子宫问题，健康缺陷，就是对她这个第一个怀孕不利，第2个，这个怀胎就容易流产。是。当然你说的找到具体的原因了，什么宫颈是吧？宫颈的一些问题，反正哪个问题吧，她这个就是先天气不足，先天能量不足，也可以追溯为先天功德还缺了一点，就兜不住。因为在古人会认为这个，我可能说的都是老话了，和现在不一样了。古人认为呢，比如说一个人，首先第一个有健康，第2个有钱生活，第3个呢有寿命，就是至少要活60岁以上吧，寿命。那第4个是啥呀？你想想。婚姻、孩子。比如说婚姻。第5个呢？有后代。后代。说前头都有了，就没后代，你自己都过得没意思了。你到40岁，这个活干还是不干？自己每天处在矛盾之中，就很烦。所以的话呢，古人讲这个其中一个有后代，也是有功德。要功德来支撑，才有这样的福分。小珍还是有功德的，是她和她的2姐妹就不太一样了，保住了孩子，是保住了后代，是，她还生了2胎，对，还是因为她有这个福气遇见了师父，是，她有一次做梦，晚上哈，在她最孤立无援，就是她自己都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晚上梦见师父来到了她的梦中给了她大加持，她当时就觉得一股很温暖的能量充满了她的身体，一下子她就撑到了怀孕的最后对，就是人在做一个重要的事情之前，包括一位未来的妈妈哈，在怀孕之前和怀孕过程之中，梦见吉祥的人，然后梦到神佛，而且那个场景呢是吉祥的，通常
这个讯息是非常好，就是好讯息。是，那真是好。他在梦见师父之前啊，还真的去禅堂啊，请了一副我们的四臂观音金堂卡啊，对，然后他每天都在堂卡前上香礼佛啊，特别好。我们那个金堂卡，我也是听很多同学说，请回家之后感觉能量特别强，特别吉祥。他还带了一个观音玉牌，就对，是天天在对身上护佑自己，护佑宝宝。所以这一路以来真的是顺顺利利、吉祥的把孩子平安生下来啊！感恩菩萨赐福啊，赐他一个健康的后代。后来还生两呢。对，真的，对，就比他姐妹幸福很多，幸运很多。对，这小珍有福啊！这观世音菩萨爱你啊！好，恭喜恭喜小珍，吉祥如意哈。对，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那师父接下来再给师父带来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林林他的故事。好，好，他是许愿未还愿，我被重重的惩罚了。我们来听听啊。对，2019年我从研究生学院毕业。作为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国际学生，找工作有多难？因此，在毕业前1年，我就开始投简历，投了500多家公司，可是没有一家录取我。毕业后，我只有90天的时间找工作，否则就会丧失在美国合法工作的身份，必须离开美国。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朋友告诉我，旧金山菩提禅堂非常灵验，让我去试试看。于是我就来到了禅堂，拜佛祈愿。面对着金色的药师佛佛像，我十分真诚地跪在佛前，双手合十，默默地在心里对佛说：佛呀，请您帮助我找到一份理想的大公司的工作，让我好好学习工作技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我能找到工作的话，我愿意捐出我第1个月的全部工资，以表达我的感恩。之后，我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接到了面试，过程也是很波折。我面试了30多家公司，有的面试到最后环节的时候，突然说职位取消了；有的面试是在等结果的时候通知我主管出去度假1个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公司的合同工，结果1个多月后，公司就宣布倒闭，我又没有了工作。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身边出现了贵人帮助。一位不太怎么熟悉的教授突然联系我，问我是否可以去他的公司帮忙。没过几天，一位平常不怎么联络的同学发消息给我，说他们的老板正在找人，非常急，可以推荐我去面试。最终在倒计时13天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大公司的工作。我入职后，疫情爆发了，拿到了第1笔工资$5000的时候，我虽然记得要去还愿，但心里默默地说：佛呀，我还要交房租，要不等我攒一攒，我再来还愿。后来生活突然变得忙碌起来，新入职的工作培训非常紧张，随后我又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几个月因为疫情不能出门，我就渐渐忘了还愿这回事儿。就这样过去了1年。第2年，我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听了朋友的建议去投资股票，结果一下子把1年的积蓄全部亏掉了，一共$5万。我当时脑子里警钟一响，这不正是我当初许愿捐出数目的10倍吗？因为忘记了还愿捐出许愿时说好的$5000，我在1年后竟然损失了$5万，这是10倍的惩罚。警醒之后，我立刻回到禅堂，我分期付款补全了当时许诺的$5000。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定期捐款供养禅堂。不到1年，我不仅工作顺利，还得到了老板的提拔，工资翻了1倍。感恩佛菩萨给我上了如此深刻的一课，我以后一定要好好
警醒和把握自己的行为，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哇，这个这个故事也是用自己的经历来给自己上了一课哈，师傅啊。对他，你看他开始找工作那么不容易啊，他那个时候找不到工作就留不下来，留学生就是这样啊，所以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在最难的时候来到菩提禅堂，在药师佛前许了一个愿啊，结果就在马上要离开的13天前找到了一份大公司的工作，非常好了啊。然后每个月$5000，他许愿了要捐出来的呀。可是拿到钱以后，他就想着疫情来了，我去交房租吧。佛呀，你再多给我宽限几天，我晚一点再去还愿。结果说着说着就事情忙啊，生活忙碌，就忘了这件事儿了。可是1年之后，你说其实当时作为一个留学生，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挣钱不容易哈，好不容易挣的$5万，那个时候是一个子儿掰2个瓣去慢慢花的，他竟然能$5万都投资到股票里。然后就全部没了，打了水漂了。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哎呦，当时我忘了还愿了。这5万是5000的10倍呀。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对人那个许承诺的时候都要守信用嘛。师父每次教我们做个守信用的人，何况是对佛呢？在佛前许愿啊。其实他得到的这种收获是非常大的啊！有了工作能够留在美国，而且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啊！其实$5000去供养佛，根本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供养，但是他当时就这样慢慢就给忘掉了，对，淡忘了这份最初的发心。其实这个帮他解决的不光是找工作，对，其实是解决在美国的身份问题，对，就是说。我相信神佛菩萨不会在乎那个几千块钱、几万块钱，这是他也不用花那个钱嘛，是不是啊？对，但是通常呢，在神佛面前承诺的事情哈，神佛也帮了你了，那么就是反正我得到的教训就是说，许愿就要还愿，要不然的话就可能回到0点，对，就是这样的哈。是。所以他这1年的挣的钱呢就打水漂了。对，是啊，对，是啊。当然这个里头也有他自己一个对于这个挣了钱之后的一些计划，还是几乎是有点糊涂，还有贪心。他做某种投资哈，就是因为贪心。咱们就是不提还愿这个事儿的话，那你挣钱都不容易，你怎么一下子投到一个某个方面去了哈？对，还全部投进去，对，真的挺贪心的。对，缺少这个人生的一些经验，人家一忽悠就投了，所以挣这钱干嘛呢？对不对？也是一个贪心哈。所以呢，我们也嘱咐他呢，就是说，除了说你还愿之外，那可能佛菩萨没有直接教你说怎么投资，是不是啊？所以我也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呢，最好的投资就是存入银行做定期，对，这是最好的。人家希望你往外把钱拿出来的人呢，总是希望傻瓜才把钱存成定期，他会这样说你，好像那金瓜就一定要把钱掏出来，都给了你们，好不容易挣来的钱都叫你给骗走，那就聪明嘛，对不对？那才是傻瓜。是。所以别贪心，好吧？对。然后我们没有这个贪欲的心，至少这个钱也打不了水漂。对呀。你拿着这个手里有现钱呢，你去供佛也好，或者给自己买件衣服也好，是吧？就是别给他自己也舍不得吃，完了之后还做了那种类似投资的被骗行为哈。在当今这个世界，绑票的少了，但是骗人的多了，这骗子哈比狼都多。对，过去的狼虫虎豹，现在都变成了今世转世为骗子。新时代的这个强盗。对。是。那小林其实他要是经常来禅堂啊，经常供佛，其实他可能就会得到佛菩萨的指引，就不会做这样子被人骗了的事儿。经常听一听我讲课，也不至于那么惨。对吧？所以那你完了找上工作之后，禅堂也不来了，也不听了，完了之后上了这种当。你看就是，还好他最后能够
能够收到这个被警醒的这个讯息哈，对，能够他就回来，哎，他自己也说，我不光把那个5000块钱我许诺的哈，我去供养佛堂，我还按期的，哎，每个月都定期把我挣的一定的收入来供养。对，他后来你看这工作也好，也提职了，还加薪了，这才是一个很顺利、很稳当的人生。对，啊，就是我是希望他呢每个月哈，至少有一天，来到禅堂做义工，哎，直接得到佛菩萨的佛光护佑加持，这样就是让很多事情哈，佛菩萨就直接加持提醒他了。那么第二个，他也智慧，对，第三个呢，也消除一些灾，要这样做。真是，就每个月来禅堂加油哈，沾光，沾佛光。是。其实我以前刚到北美的时候哈，师傅，我去过，就是那个当时去嘛，新移民都不懂，去过当时的基督教堂。去过一次，然后就是朋友带去的啊，听他们牧师做礼拜啊什么的。当时他们就听他们在讲，就是说一个虔诚的一个教徒哈，他们每个月都是把收入的10%来供养的，供养他们的道场的。这我听说了。对。我觉得这个倡导其实挺好的，它是一个，是吧，师傅？就是一个是对道场的护持啊，一个也是一份真诚的，就是和神佛的一份沟通和感恩。是啊，你比如西方信，比如说基督教吧，我没有贬义哈，都是恭敬的。比如说基督教的教徒，他相信他的神对他的指引啊、护佑啊、爱呀。对，这他用词不同了，就是爱他啊。对，这样他让他吉祥啊，顺利哈。这样他为了这个感恩呢，除了经常哈，像礼拜天，为什么叫礼拜天呢？礼拜他的神呢，主啊，礼拜天去歌颂啊、赞美啊、忏悔啊。那么同时呢，他也去得到了教化啊。所以通常他们会把这个所谓他们的发心哈，一个月的收入当中。会一般都是不低于10%，就捐献给了他的教堂。对，这样使他们觉得离他的神和上帝更近。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高尚的事情。是，我也觉得挺好的。其实就像师父说的，神佛不需要我们什么，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是一份就真诚供养神佛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护持道场。那道场可以度化帮助更多的人，是。其实最后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对。一般人不懂呢，也挺在乎的呢，又做过小生意，就是想着，那你这个宗教的道场，拿到这些费用干嘛？那通常呢，就是利益更多的人。他一定要有一个慢慢的传承嘛。让更多的人受益。还有到本国当中。他会就像开连锁店一样哈，就有不同的这个道场，这个开办，他都需要费用，对，还有宣传宣讲，他各个宗教的道，他也需要费用，是这样用的，是，所以我们就千万不要临时有事临时抱佛脚，这样就不太好哈。那小林呢，他是第一次临时抱佛脚，你看这佛慈悲啊！我其实碰到过很多同修，都是刚来菩提的时候，就是在最紧急危难的关头来求佛，就得到护佑了。但是紧接着你要去亲近佛，去恭敬佛，去跟佛学习哈，多跟师父来学习，这样的护佑才是长久的哈。吉祥也会长久的。好，平时养成这个发心的这个习惯，对，其实对我们对家人也是一份长久的护佑。对，好，师父这边还跟您分享多一个故事，是个年轻人的故事。马来西亚一位年轻人发来，他就是供灯求签，结果佛菩萨给他指导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这位年轻人叫嘉轩，他去年呢7月的时候，他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问题，当时我向几家公司投了简历，得到了位于家附近的一间知名 FC 食品出口公司的面试机会，并很幸运地被录取了。在我即将签署入职合同的时候，我又突然接到另一家市中心的新公司叫 M 公司的面试通知。家人很希望我去那个 FC 大公司去上班，因为公司离家近，
而且职位得来不易，是在竞争激烈后才被录取的。因为 FC 公司的知名度很高，福利又好，大家都认为进了这家公司，基本上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干一辈子了。而位于市中心的 M 公司虽然也有一定知名度，但成立的时间不长，而且目前还只是在面试阶段，能不能被顺利录取都还不知道呢。我很纠结，到底要选择哪家公司呀？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我想到了菩提禅修的供灯和药师灵签，于是我就到了马来西亚龙泉禅堂，供了一盏7天祈福满愿灯，祈愿求职顺利成功。然后我又真诚地在金菩提宗师的法照前祈祷，祈请宗师给我指导。我抽了第一支签，问是否应该去 FC 公司，结果抽了一支下签。接着我又抽了第二个签，问是否应该选择去 M 公司，结果我抽到了一支上签。于是我就按照签文上的指导，坚定地去了 M 公司去面试，也成功被录取了。在 M 公司，我的工作内容跟我学习的专业不一样，路途遥远，每天早出晚归，虽然有点挑战，但我还是挺喜欢的。而在我开始工作的2个月以后，我爸爸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老朋友第一句话就对我爸爸说：“你的女儿很幸运啊。”通过跟这位老朋友聊天，爸爸才得知，原来这个 FC 的公司因为以巴战争而影响到他们的出口业务，所有在2023年新入职的员工全部都被辞退了。好惊险啊！我们一家人都不得不赞叹菩提供灯的神奇效果和抽签的灵验。我感觉自己真的好幸运，虽然我无法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能得到佛菩萨的护佑和金菩提宗师的指点，让我选到更长久、更稳定的工作。而且 M 公司在我入职的短时间内还帮我加了薪。工作虽然充满挑战，但我学到了很多，感觉非常充实。真诚的感恩佛菩萨和金菩提宗师的加持和指导。哇，这个我们那个抽签真的好灵验哦。是就是通过人的分析，他们可能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原来他的第一间那个 FC 公司啊，各方面条件、知名度还有稳定性可能都更好。就大公司，大家就会觉得旱涝保收嘛。他想着到那公司基本上可以一直干到退休了。那另外一个是新公司，而且当时他没被录取呢，还是对，还没被录取可是我们来到菩提抽签、菩提灵签就让他选这个新公司。是，他还是比较真诚的，他就听了我们的话就选了这家公司。没想到他的之前的那个大公司2023年雇的所有的员工最后都给裁掉了。对，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是。所以神佛的指导跟我们人能用逻辑去判断的，对，就不一样。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人看到的这个时间、空间和这个下一步的问题呢，都是这样分析、判断、推理的，就可以属于逻辑的推理，就是不断的加法，就1加1加1加1等于几。但是神佛的呢，他就直接看到了下一步的状况，这个是你判断不出来的，所以经常我们会有人。对，找到就是不同的工作呀，不同的公司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在比如说婚姻当中有不同的对象选择呀。你用表面分析是不够的。也经常会说某某女明星当初嫁人的时候，哇，那个男生富的呀，等于结了婚1、2年以后，光剩下还债了，真是，对吧？所以这个，你看富贵的变化，你都想象不到的。还有人说，哇，现在他家的钱想花都花不完，是吧？就没法想象说他有一天会赔钱了，对，想不到。是。结果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5年、8年以后，突然之间就是倾家荡产，都有的。那当然了，这是命运，对不对？但是呢，
神佛能看到。对，那么神佛点化你的时候，那一般还会说，我判断了，你看，比如说老张家多么有钱呢？对呀，儿子长得帅不帅的，反正他有钱就好了呀。那么多钱怎么能花光呢？就一般想不到。就是富人有富人的法则，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吧，你的存款连20万都没有，这个富人呢存了5000万，相比之下，哇，这么多钱，你正常买菜吃饭没法吃光。对呀，但是，富人有他的不老实法则呀，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投资有错误的投资是吧？拿他5000万投资股票，也许3个月之后就倾家荡产。因为他的孩子赌博，对，是吧？一赌博，就是你也赌博一次压多少钱了，是吧？如果一次压1000万，我看不出3个小时倾家荡产，对吧？就是富人有富人的冒险和游戏规则，所以多少钱都能花光，所以呢，人是想不到这一点的。这神佛呢，你敬他、恭敬他，他就到时候就点化你了，给你发讯息了，就你脑子就接触到了，就觉得不该走的路不要走，不该选的人不要选，甚至给你推选更好的人，更好的事，是这样。对，真的是，所以其实也是非常感恩师父。现在我们全球各地的这个菩提禅堂，对都开展了这样的咨询咨询的服务对，我们有缘的朋友在生活中面临一些烦恼抉择的时候，来请佛菩萨给指点来抽一支菩提灵签，是，还有我们的咨询师非常有经验的咨询师，来帮着解读这个签文，对，给予加持是，获得佛光的护佑，这样的办事就会吉祥顺利。对，这是我们期望的吧？对，反正我们这一切呢，都是依靠着佛菩萨的指引和帮助那我们呢，通常只是传话的，帮着做事的。对，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佛的慈悲和无量的功德和能量。是。所以很多个这样的被预言的东西很准的。是，所以非常感恩师父，让我们能够被佛光护佑着。好，那想再跟师父分享一个故事。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叫明耀他也是一期念佛班就帮我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我们来听一听。师父好，我叫明耀，我今年呢45岁了。疫情前呢，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员，销售汽车产品。那2020年初受到疫情的影响，我所在的公司关闭了，我因此呢就失业在家，至少待了3年。到了2022年，随着疫情放缓，我也开始寻找工作。我向10多家公司投了简历，但只收到了3、4家的回复，而且经过线上面试后，全部都没有收到进一步的回复消息。眼看着之前的储蓄很快就要花完了，我的内心非常的担忧、焦虑。我的家人，尤其是妈妈，也很担心我。在那段时间，我几乎什么工作都试着找过。我想当 Grab 网约出租车司机，交了钱考试，可是不懂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我也想当餐馆，想到过去餐馆做服务员，后来他们说我的年龄太大不能收。我也想过创业做生意，可是我又没有资本，也担心失败。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我都曾经尝试过每天早上开车出门，假装出去上班。坐在没开空调的车里，我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心里充满着讲不出的痛苦，非常难受。我感到好绝望，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在这样惶惶不安中熬过了几个月。2022年的8月是一个永远值得我记忆的日子。我从脸书中看到了宝林禅堂有菩提禅修念佛班，我想我不如去上念佛班吧，总比在外面游荡好。于是我就报名参加。念佛班的第1天，我一个人坐在禅堂的沙发上，等待上课的过程中，有一位老师走过来跟我问候。
我就告诉老师我最近很不好，而且把我的情况都跟老师讲了。老师安慰我说，好好念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记得当天我在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过程中哭了很久很久。我很诚心地祈请观世音菩萨，祈请金菩提宗师帮帮我，让我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奇迹就在念佛班的第2天出现了，我居然收到了一家公司邀请我去面试的信息。接下来陆陆续续我又收到了其他公司邀请我去面试的信息。有一天下课后，我打开手机，居然看到有好几条信息询问我是否还要找工作。为期7天的念佛班，我一共收到了5、6家公司发来的面试通知，有些甚至是投简历超过半年的，其中也有一些大公司发来的。为了让我自己能够专心念佛，我把全部的面试都安排在课程圆满之后。念佛班一圆满，我就选择了其中3家大公司去面试。第2个奇迹发生了，我顺利地通过了这3家公司的面试，而且都只是第1轮就通过了。按照我的经验，通常进入大公司都需要经过2轮或者是更多的面试，可是这3家公司都只是面试1次就录取了我。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在马来西亚同行业中最大的公司，进入总公司做我相对熟悉的内行的汽车车油的销售员，待遇比以前的公司好很多。这家公司也很稳定，老板对我很好，给了我很大的发挥空间。我的销售量比以前大增，收入也更高了。因为我的业绩好，这几个月我还收到几家竞争公司开出更优厚的条件，要我跳槽过去。但我想到了金菩提宗师经常在开示中提到的，人要有感恩心，要懂得报恩。考虑到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这家公司聘请了我，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没有离开这间公司。回想之前求职过程的辛酸，我非常感恩目前拥有的一切。我不需要再假装去上班，不需要担忧未来会怎么样，家人也不再担心我，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金菩提宗师的加持护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哇，他这个真是，他从找不到工作，结果就是1个星期内5、6这个公司就找他要面试，这个简直是大翻转，感觉是。开始是你看这个，当个 Grab 司机也当不了，一般会开车就可以当 Grab 司机，我感觉师傅。去餐馆面试也不要，不行，去所有的地方都没人要，就真的确实能体会他的这个不容易。然后一期念佛班以后，他在念佛班的那个当下，念佛班上了1天，上了1天就第2天开始收到面试通知了，然后这电话就不断了，整个念佛班期间就不停地收面试通知。念佛班之后呢，就找到了工作。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里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大家找工作。对，他一下子就拿到3个大公司的那个 offer， 还顺利，就是1次面试就都过了。这种网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啊，是得佛的那个护佑加持，才能够得到这样子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期念佛班哈，是那也是。头一回走进菩提禅堂来在佛前祈请在佛前真诚的诵念，没有想到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收益但他也是个好学生，你看他现在工作好嘛，销售业绩也高，这不免肯定有人就来挖墙脚了。他是做销售的就想请他到竞争公司去他就想起师父说的话，人要懂得报恩他想在他最难的时候，这家公司雇佣了他，就不能说走就走，就好好留在这。他这一点做得特别好这点我很喜欢就不要说临时有好处马上就逃跑，完了之后也像有点忘恩负义啊。是啊，但是当今的人呢从宏观来说，找工作或者跳槽或者谁给钱多就跟谁跑对，这也是一个常态但是呢，如果从高瞻远瞩来说也有的可能现在说工资不高但是未来发展前途无量，
你永远都不会被辞退，或者公司也在很有潜力的在发展之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也要这个人情哈，一定要能够理解。对。你今天销售业绩一好，别人来挖你。是。那如果你去了之后业绩不好呢？对，马上就立刻就被辞了呀。是。所以这个明耀这一点做得挺好的。所以我提醒一下明耀，这种情况，大家有工作哈，尤其是做销售类的人，那你要把你这个车油的销售工作哈，要做到炉火纯青。而且说你不管在哪里卖车油，都是卖得好。那这样子比较好。对。上了个念佛班，让他上个念佛班，就很多人就来请他来了哈。是。这个他真是挺神奇的。而且他很多说他已经投简历投了那个半年左右都没有回复，没消息的。对，在念佛班上人家给打电话来面试吧。对。其实你说就在这1星期内就5、6个 offer， 这是个巧合。我就感觉这个运气就转运，就一下子就转过来，这样子是的。就是佛菩萨佛光照上了，这个人就从你像以前那个运真的是很差，就是从没人要雇佣，对，就是没有被人欣赏，到最后哎呀别人抢着要的这种情况。也就是做个出租车司机都没资格了。是。那他自己想着他。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觉得我要是那样，我人生真的没信心了。我觉得怎么没人要。这喝凉水都塞牙呀。挺绝望的，他还每天得开车出去，假装去上班。对呀，你坐在那个，他也不能开空调，没空调的车在大马多热呀。他心里肯定充满了酸楚。对。对，所以这念佛啊，真的得佛护佑是多么多么重要的。对，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师父听了这么多故事哈，就是人生中还是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横祸呀，或者有的就是想生孩子生不了啊，还有想找工作找不到啊，对，就是人生，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人生其实真的是不容易靠自己去能够走下去一帆风顺是很难的对。所以你看这个明耀，他通过念佛班就让将自己这个不顺的人生一下子转得顺利了。所以我们也想在观音菩萨成道日这个吉祥的季节祈请师父也能带领网友一起来念佛，让我们也都能够所愿皆得，为我们所爱的人祈福，好吗，师父？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哈。同意。感恩师父。那咱线上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说？那咱就从明天开始好吗？哇，这么猛啊！因为咱们这个是周末嘛，其实观音菩萨成道日马上也就到了，正好我们借助这一段非常吉祥的时候来念佛。可以，其实我也乐意哈。就是但是我呢，过2天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有点忙。能不能这么着哈？我们和网友商量，就是如果想开这个念佛班，我心里很欢喜哈，要借这个好时辰哈，好日子得到加持就更多那就是说我之前带大家念佛，就是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班哈，我们已经录好的这个视频哈，有一些部分是重新播放，有时候我时间有了之后，我们就一起现场再来诵念。好啊，就是我在线还是不在线，我和大家一起念。好的，好吧？这样你觉得行吗？我们觉得好啊。那你觉得咱们网友能接受吗？肯定特别欢喜，很期待，可以哈，很想和师父一起念佛。对，效果是一样的。一样的，你像咱们都在加持着。你像比如说那安魂哈，过后录完了之后，你再加持，效果同样是那么好。是的，对不对？师父所有的影片，我们在任何地方观看，加持效果一样的，都是非常好的。行。那你觉得如果网友说得过去，那咱们从明天就开始念。好，感恩师父。那就是又一个佛期了。等于从明天开始7天。好的。从周一到周日香哥查一下日子哈。好。就是7月22号到28号。对，7月22号到27号吧。从礼拜1到礼拜7。28号对，到28号。到28号。就是正好1个星期。对，就同一时间吧，就和我们直播时间一样。是。好。那就是每天的几点钟到几点钟来的？每天台湾时间、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9点钟。晚上7点到9点。
啊，可以2个小时，不用太多。好的，哎，那你说有些朋友说我只有3天的时间来参加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一样效有一果会天哈，你跟着来念1次，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啊，好吧？1次都可以，好吧？不用整个全程，好吧？这样时间更自由哈。所以说你跟着这个班念1句都会得到保佑，念2个小时哈，一定会得到保佑的。收到。其实对呀，我们这个人生太苦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障碍，所以有时前面的伤还没长好，后面的灾又来了，对，是吧？经常这样子，一所以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得念呐，要好好念呢。我们需要这份吉祥的能量，好好念，嗯，就是大家呢也是把自己的心里事儿存在自己心里就行了哈，谁都不用告诉，可能效果就出来了，好吧？好，得到保佑。能够解决咱们的问题，还让咱们恢复健康得到幸福快乐，这是最重要的。好，就这么同意了。好，感恩师傅。大家记住了，礼拜1到礼拜7。是。行。好，7月22号到28号，台北晚上7点到9点钟。网友们都在说太好了，太好了，感恩师傅。那北美的时间自己算吧哈，这样我们算清楚之后哈，我们在那个 Facebook 上登出去，好吧？每个国家的大约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比较方便跟着一起念哈。对，其实如果念完了之后那个视频存在那里，你可以上去跟着念也是可以的。对，是。可以就是看重播，就是你方便的时间的时候。对，想一天念2次都可以。对。好的。太好了，师傅，太好了。那也是提醒网友哈，我们不光自己努力真诚的念佛，那有需求的呢，其实还是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呐，为自己去供一盏灯哈。对，在这么吉祥的时候，请佛菩萨照亮我们的人生啊。在我们的菩提学院网上可以供盏祈福灯，它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需求，有7天的哈，1个月的、49天的都有啊。把愿望写在那里，让这盏光明灯陪伴我们念佛班，一起去实现这个愿望。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感恩师父慈悲给我们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身啊，对这样的功德项目，也是可以为自己爱的人啊。去塑佛金身，塑菩萨金身，祈请菩萨的这个光芒1年都陪伴着我们所想要护佑的亲人们、朋友们哈，我们的恩人们，对，而且师父也讲过，尤其是龙年犯太岁的这几个属相特别有需要，一定要供，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好，生活中需要帮助的各种方面都需要的。是，然后还想跟网友们介绍，就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佛号啊、音乐啊，都在网上供大家免费下载，然后还能免费下载到手机上，就是你随时随地啊，想念佛、想修炼，都可以跟着就是那个音乐的引导去修炼，然后这也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还有6字大明咒，也都在这个免费下载的包里，所以网友们可以就是到网上去下载，放到手机里，也欢迎传播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很方便，对，在手机里播放圣号，其实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顺便播着了，就可以跟着一起哈修炼，都很吉祥。然后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慈悲音啊，也是非常感恩师父、感恩菩萨的爱，希望在这个观音祭这么一个慈祥、非常吉祥的时期，让大家都能够多得到菩萨的护佑啊。所以我们迎请$500的这个吉祥宝物呢，就能得到金菩提宗师加持的非常精美的银耳环1对啊，非常漂亮啊。同时呢，刚才我们有讲到一位同修引请的这个观音千手观音金堂卡啊，也是这一次四臂观音金堂卡这一次是7折。对，7折，对，非常感恩师父，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把这么吉祥的堂卡请回家，让整个家中都得到佛光的护佑。然后还看到今天师父桌上有一个照片，就是其实这个是千手观音的一个小佛像，铜鎏金的佛像。对。
这一尊特别精美，非常美啊。然后供在家里啊，供在公司啊，也都很吉祥啊。然后这个也是在慈悲音网上就能够给大家引请，非常感恩师父。对，同时我们也有很多非常精美的观音的玉坠哈，玉挂坠啊，玛瑙挂坠啊，在慈悲音上有不同款式的，大家可以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站上啊去欣赏、去浏览啊，找到自己啊最心爱的那一尊观音菩萨像啊，可以请回去随身携带，护佑着自己。这是观音祭大好机会啊！感恩师父。对，如果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哈，我相信就是一切无论多大烦恼的事情，都会如意吉祥，就会消灾灭难，啊，这个长命百岁，诸事吉祥啊。好，就差不多了哈。今天这个分享的差不多了。我们是提前没有计划的说的提醒的这个一个念佛班哈，来给大家带来吉祥和帮助哈，这个非常好哈。好，那就欢迎大家呢，从明天开始哈，抽点时间一起来诵念观世音菩萨啊。只要有一句话，有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哈，能从你的内心诵念出来的话，就会如意吉祥。好，祝愿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快乐，收到。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天天见，谢谢大家，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